然后我 IG 开一下，好，上线了。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都没有信念感了，都说这个。灿叔，你的屏幕感觉是人黑还是屏幕黑啊？人黑，人黑而且那个哦，光，对，这样就这样吧。你最近有去晒太阳吗？怎么感觉不是，我本来就很黑，你之前看到我没有那么黑，是因为我有打光打光了。我最近因为我录制那个视频都放在那个书房了，我把那个补光灯大的补光灯移到上面去了。哦，那就是所以被这个补光灯晒的。这块没有那么亮了，大家就凑合看吧。这个是本来的颜色。没事，我们也不是帅哥，我们不是靠脸吃饭的，我们是凭实力生活在这个中文教学界里面，我们是凭实力啊。好，那这个欢迎各位同学来听大叔中文的直播课。今天灿叔是什么单元呢？今天是中文故事的单元。哎呀，大家最喜欢听故事啊！对，我们从小就喜欢听故事，然后我觉得故事是最容易学习的一种材料啊，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大叔中文的故事单元。我们有一位同学来了啊 ，Farid，好，那大家上来了，别忘了跟我们打声招呼啊。对，让我们看有没有人呢？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吧。OK， 好的，今天要讲的故事还蛮特别的啊。好，我们有个 Daniel Lee 李同学，和我同姓的啊。对，我也姓李。啊，还有裴静啊，欢迎裴静，来自柬埔寨的 Mr. Real 柬埔寨的朋友。好，然后那我们美丽的来了，好久没见。美丽来了，笨叔今天没有来哦，美丽。笨叔你应该见不着他。对，好，还有这个 Jane Philip， 这应该是来自菲律宾的朋友吧？不一定，欢迎大家，名字也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啊。好，那灿叔，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的题目是什么呢？标题是什么？时间沙漏。对，好，什么叫沙漏？沙漏沙漏就是底下那个图呢，大家看呢，那就是沙漏。对啊，尼基塔来了，欢迎尼基塔啊。好，对，沙漏没有沙肉，沙漏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沙子从上面往下漏下去，漏完了，哎，这一个时间段就结束了。对，基本上这个是古时候的人在计算时间的工具，计时用的，对，计时用的啊，沙漏。好，那今天的故事呢是跟沙漏有关系。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段，请灿叔念一下。阿飞是个非常有名的画家，然而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缺憾。什么缺憾？什么缺憾呢？好，那这里有一些单词，我们来解释一下哦。阿飞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男性的名字。对。然后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画家。如果一个人很有名，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他。对。可能就像大叔一样很有名嘞。对，像大叔一样呢，大家都知道，学习中文的人都听过大叔中文这个频道，所以我们也可以是有名的中文老师啊。对，这位朋友来自科特迪瓦。OK， 科特迪瓦所以这个名字是法语的吧？法语耶。对法语，他叫菲利普啊。好。这位同学最近很忙，没问题啊，没有时间学习啊，都能来参加大叔中文的这直播课也很好呀。对，是的。好，这位同学是阿米卡同学啊。好，那这个有同学问缺憾了啊，这个的确是这一段比较难的词汇。然而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缺憾。灿叔，缺憾，如果我们有缺憾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缺憾就是有一些你事情会感觉后悔。感觉好像没有做好啊，或者本来有一些事情你觉得自己应该去做，没有做，没有实现等等，或者这种感觉。对，就是的确就像这位同学说的，就是你心里会有一个遗憾，就是遗憾，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有些事情没有完成，或者你错过了某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就造成了缺憾啊，跟遗憾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查叔，你人生中有没有缺憾？有，我人生中有很多缺憾。
错过了很多美女，心中有很多缺憾，对不对？有些美我有女该去一个很大的缺憾，你知道吗？你说。我的缺憾就是我没有能成为一名非常有名的画家。真的假的啊？真的，我小时候学过画画，不过后来放弃了。我心中的缺憾一直就是，有些女生该去追求的，有些心里爱的人该去追求的，但是都因为害羞，或者是觉得那个时候不需要，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呀，当初如果能够勇敢一点，那该多好，对不对？好像很多歌都是会聊这种东西，会聊缺憾、遗憾的，对不对？特别但是是爱情我觉得，对，特别是爱情上的，我觉得人生有缺憾反而造成了很多诗词啦、歌曲的产生，对不对？对，有些艺术家或者是作词作曲家，因为心中有很多缺憾，反而创作出非常非常感动人心的东西出来啊。对，一个人要太幸福是很难创造出这些艺术品的，只有一些生活有些痛苦的，他才有足够纤细敏感的这个神经和想法去想这些东西，把这些表达出来。而且这些东西特别能让人感同身受吧，觉得好像在说我耶，这样我也有缺憾这个感同身受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阿飞的缺憾是什么啊？好，父亲在他成功之前就已去世，没能看到他的成就原来阿飞的缺憾就是这里因为阿飞已经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对，但是阿飞在成名之前、成功之前，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没有办法看到他成名的时候对，好，这的确是个很大的缺憾是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有故事来了啊！一天，他从一个商人手中买下了一个神秘的沙漏。沙漏好，那这个阿飞呢，可能他去市集他遇到了一位商人，然后他就发现商人卖了一个神秘的沙漏。那神秘表示这个东西你不晓得它的功用是什么，或者你觉得它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吧？对，如果我们很神奇，看起来很神奇，你当然也可以说你真的不了解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个性，你也不清楚，你会觉得这个人很想了解他，你可以说他是个神秘的，人怪神秘对，或者有一些国家你一直很想去那里旅行，但是你一直没有机会去，你也不了解他，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对，好，神秘的，这个很棒的词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好的，商人说沙漏可以让他回到过去改变一件事，但只能使用一次哇，原来这个沙漏有神奇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阿飞回到过去以前的时候，然后去改变一件事情，但是呢只能够使用一次而已好，那这个沙漏真的很神奇，能够回到过去改变事情那如果灿叔你有这样的沙漏，你会想要拥有它吗？我会想要我刚才和你说，我人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成为画家所以你想要用沙漏做什么事情呢？我要回到过去，告诉那个时候自己，坚持好好画，你以后会出名的，成为有名的画家。对，告诉小灿灿，对不对？说你要坚持你的梦想，以后你可以成为有名的画家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拥有这个神秘的沙漏，你会不会想回到过去改变以前的某一件事情呢？理查老师基本上不想回到过去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如果你回到过去改变了什么，说不定我现在的生活又完全不一样了。对，这个好像就是说像那个蝴蝶效应，对不对？对，非常难讲所以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了，该有的都有了，然后也很有名了，不要再有名了然后呢钱也够用，然后生活也很舒服自在，所以我可能不会想再回到过去了
这位同学非常实际。我会使用它回到过去购买比特币啊。对，我听一个新闻说14年前有人买了$1400的比特币，现在已经变成5.8亿美元了。天哪！对，所以难怪这个 Mr. Real 想要回到过去去买比特币。好，拥有跟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不过拥有它的意义比较单纯一点，就是你拥有某一个东西或某一个财产或动物之类的，宠物之类的，每个东西是属于你的。对，那有也可以表现一个存在的事实，比如说教室里面有20个学生，那这里的有就是表达一个存在的现实一个现象。那这个时候跟拥有的意思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有的意思这个时候不能用拥有，你教室里拥有20个学生不行所以如果你表地点或表时间有什么，那这个就是表现实状况，就不能够用拥有所以它还是有不同的意思在。明明是说故事，为什么变成讲文法？对，为什么要打讲语法？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好 ，OK， 我们来看下面好，阿飞回到了18岁那年，他的父亲劝他放弃画画。这一次，阿飞没有争辩，顺从了父亲的意志。好，阿飞使用了时间沙漏，回到了18岁那一年。那一年呢，他的父亲劝他放弃画画。那放弃画画代表着他的父亲不希望他画画，对不对？对，不要画画，觉得画画没有出息。对，赚不了钱。当然我觉得以前那个时代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长大是医生，是律师，是工程师，是有出息的人。那如果你当画家甚至音乐家，以后赚的钱很少，你没有办法养家活口，所以以前的父母都会劝孩子，哎呀，放弃音乐吧，放弃画画吧以前的父母都是这样子。所以可能灿叔小时候父母亲也觉得画画没出息，所以也会叫我父母倒是没有这个我自己放弃了你自己放弃了。好，那这个放弃表示呢，你不再去训练自己了，不再去做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可能你不喜欢它，或者因为某种原因让你不得不放弃这件事情。好，那这一次也可能就是在当下你面对那个比如说画画要不断的去画那些最基本的这些线条啊或者人物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这个时候其实有一道门槛，一道坎你没有越过去，可能你就永远在这边了。越过去你可能就能提升水平，你就发现有很好的反馈。其实很多人做事情都是这样，在一定程度觉得好像很难越过这个坎，我好像只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了，可能就想想放弃得了，也没有啥对，很多人可能对对自己本来有兴趣的东西做了一阵子觉得厌烦了，他就放弃了像你们可能也会放弃学习中文，对不对因为可能觉得中文太难了好，那这一次呢，阿飞没有争辩争辩就是吵架吧吵架还有辩论嘛，对，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等等，这样要把自己的观点给说出来。对，通常你会跟对方争辩，你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你会跟对方争辩那这一次呢，阿飞没有争辩，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如果你顺从了某个人的意志呢，表示你就听某个人的话，某个人说什么你就怎么做。对，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听话。所以阿飞这一次呢，他听了父亲的话他顺从了父亲的意志不过这是比较一个书面语的表达了比较正式的表达一般我们口语说听话，这是阿飞听话了对，好 OK，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回到现在后，阿飞发现老父亲还健在，但他已经不再是画家了。OK， 因为刚刚商人有说时间沙漏只能用一次，对不对？所以阿飞用了一次，他回到现在了。然后阿飞发现老父亲还活着，还健在，对，就是活着这个大家
在使用上就是说，一般我们说健在可能是指年纪比较大的人啊，他还活着啊，健在就是现在还活着啊，身体还健康着，对，还健康啊。好，但阿飞已经不再是画家了。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蝴蝶效应，对不对？是啊，就是改变一个事情，在过去改变了一个小小的事情之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好，那因为18岁的时候，阿飞听了父亲的话，他不跟父亲争辩，然后呢，他因此可能没有再继续画画了。所以虽然父亲还活着，还健在，但是他现在也不是画家了，他不再有名了啊。好，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个瑞东同学啊，他说什么啊？虽然我中文水平这几年一直卡在中级水平，但是我还是不放弃自学啊，这很好啊，这样态度。很棒啊，好的，很棒啊。好，美莲，欢迎美莲同学。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剧情怎么发展哦。没了作画的兴趣，阿飞成了一位失业多年并患有抑郁症的中年人啊。哇，这个影响也蛮大的。对，就是父亲虽然健在，但是阿飞没有作画的兴趣了。没有作画，然后去满足他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嘛。那他的爱好就是作画，没了这个爱好之后，阿飞可能没有寄托了，所以他成了一位失业多年。失业，对。好，那灿叔什么叫失业呢？就没有工作了，丢了工作啊。对，失业呢，就是可能是你找不到工作，可能是你曾经有工作，但是现在没有工作。对啊，失业。好，那因为像之前那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很多人都失业多年，对不对？是的，是的。好，并患有，好，患有通常用在疾病上面，患有什么样的病啊？好，抑郁症。好，这个是现代人可能会得到的一种疾病，对不对？对，比较普遍的这么一种疾病。对，没错。好的，中年人啊，好，抑郁症啊，有时候你可能有的人是想太多，那有的人可能是环境啊，让他不晓得怎么解决，没有办法突破自己，甚至是因为像阿飞一样失业多年了，所以他你可以说得了抑郁症或患有抑郁症啊。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他的父亲也因此自责不已，过着充满罪恶感的生活，而时间沙漏早已碎裂，无法再改变过去了。好，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呢，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了啊。是的，他的父亲虽然健在，但是他因此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那在这里指的当然是阿飞他失业，而且得了抑郁症这件事情，他也因此呢自责不已。好，什么叫自责不已啊？自责就是怪自己，不已就是不停的怪自己。对啊，那这个算是一个成语啦。自责不已就是你因为某一件事情，你一直怪自己啊，一直怪自己啊。然后呢，今天嘴巴怎么怪怪的？好，瓢了啊。所以如果你做了某一件错事哦，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后果，你可能会自责，而且你会一直自责。你可以说自责不已啊。对，好，自责不已。好的，过着充满罪恶感的生活。哇，这个很严重哦。罪恶感一般来讲也是跟自责不已有一点像，对不对？就是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之后有的感受。对，可能这个错误害了别人，可能这个错误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你的内心会有罪恶感，而且是充满罪恶感，表示是有一股很强烈的罪恶感。那这样的生活沉甸甸的感觉，对，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这种充满罪恶感的生活可能会让你很痛苦，所以阿飞的父亲其实也过得很痛苦，虽然他健在还活着，但是他也过得很痛苦啊。好，而时间沙漏早已碎裂啊，因为只能用一次嘛，所以就碎裂了啊，无法再回到过去了啊。要是这样的话，真的要我也不愿意用啊，只能用一次。对，
那时间沙漏用了一次它就坏掉了，碎裂了，碎掉了，没有办法再使用了。所以阿飞就算是想要再改变过去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个结局呢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因为他父亲也有罪恶感，他自己也失业，而且得了抑郁症。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可能人有时候就是接受现实嘛，满足于可能你要对现况感到满足知足啦，那种感觉。对，好 OK， 那这个今天的故事呢就是时间沙漏。不晓得各位同学，如果你拥有一个时间沙漏，你会不会想要回到过去呢？就像是刚刚的这个 Mr. Real 说他想要回到过去买比特币。这样一说我又想回到过去买比特币了。但是我觉得钱并不是人生的全部。我觉得就算你回到过去让自己有钱了，可能现在的你是有钱的你，但是你可能会有别的烦恼，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的烦恼本来就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你可能满足了一项东西，另外一项你又不满足了。如果有钱可以让你过得很快乐的话，那全天下的有钱人不都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吗？对呀，对啊。可是你发现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对不对？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了，说实话。对，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到过去，我倒觉得倒不如去调整你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怎么样能够比较满足于现状，或者怎么样可以突破现况，而不是一直想着过去多美好或者想要改变过去这个都有一点不切实际了，对不对？我觉得还有就是人可能有时候真的要接纳自己的状态，就是你要学着去和自己心里一些不安缺憾等等和解，就是你得接受这些东西，你不要总想我要去改变什么什么，但其实有些东西你就得去接纳，让不舒服和自己同在，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生。对，没有错所以各位同学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现况是怎么样，你想要接受现在的状况，或者是你想要变得比较知足一点，或者你觉得现况可能是让你不满意的，你想要突破现况都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实就摆在眼前，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接受它，去改变它。我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改变环境的，所以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好的，好，对，就是有时候回到过去你再改变了什么其实回到现在你发现你还会有别的缺憾出现。对，你就像这个故事里头一样，它会有另外的一个缺憾出现，对不对？对而且可能更严重的后果。对，所以人生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一定要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就比如说茶叔回到过去和之前那个姑娘在一起了，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完美就发现还有更美的姑娘又出现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还不如现在单身的好，对不对？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呢，希望能够让大家学到一些中文词汇，而且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啦。如果你喜欢大叔中文的说故事时间，请你记得在下面留言，不然这个系列恐怕就会整天威胁别人对，威胁学生我就是要威胁学生们你们如果不留言不支持我们的话，这个说故事系列可能再做2次就没了一定要多留言哦对这样我们才知道你们喜欢对，好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叔中文，你可以帮我们点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肉会员对，然后也可以到大叔现在又变成小站了，对不对？小店，大叔小店到大叔小店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之前有同学说很喜欢我们的马克杯，怎么没有了？我要马克杯，我要大叔马克杯那这些商品我们之后慢慢的会放上去请大家期待好，那么我们就到这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拜拜。